胖叔，你怎么又半夜起来滑手机呢？我也是千百万个不愿意啊，又失眠了。每年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，这个日子的由来是因为世卫组织调查发现，27%的人有睡眠问题。为了唤起人们对睡眠的重视，把这一天定为世界睡眠日。我读了杨定一博士的新书《好睡心的睡眠科学与医学》，才让我对失眠有了新的看法。其实，失眠并不是病或者障碍，它是让你疗愈自己的入口。杨定一博士被誉为世界预防医疗领域天才中的天才，他凭借40年科研和亲身体验，把好好睡觉变成了简单的事。当我迫不及待地读完前5节，也就40多页，按照杨博士在书里教的练习法做了一遍，当天晚上竟然睡了将近9个小时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睡眠品质内，生活在当今快节奏压力状态下的人们，有多少人没被失眠困扰过？据睡眠研究会调查结果显示，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.2%， 超过3亿人有睡眠障碍。其中年轻人的睡眠问题尤为突出，有 69.3% 的90后会在深夜11点之后入睡，而且这数据还有逐年增多的趋势，令人担忧。有的人说，最近一段时间睡眠不好，要么时间很晚了，翻来覆去睡不住，要么就是好不容易睡住了，半夜2、3点醒了，接住睡又梦境连连，早晨起床后身体疲乏，感觉很是烦恼和焦虑。为什么现代人的一夜好睡变得这么难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。首先，每个人都在一心多用，同一个时间要做好几件事。其次，就是熬夜，各种媒体带来的信息既多又快，让人应接不暇。就算到了晚上也不消停，各种信息刺激大脑，搞得人身心疲惫，难怪很多人睡眠不踏实。胖叔好想知道，这种睡眠不和谐的现象究竟是怎样造成的？作为身处现代快节奏生活的我们，又该怎样均衡身心的不和谐，把一夜好睡重新找回来？杨定一博士撰写的《好睡心的睡眠科学与医学》一书中，列举的7大心态转变秘诀、19种助眠小练习以及身心调整原则，能帮我们轻松做到让睡个好觉成为一件简单的事。睡眠不好的人不仅容易有心血管循环和代谢异常的疾病，像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肥胖等，精神方面也会受影响，比如抑郁症、失智、阿尔兹海默病等。这些病症被认为跟睡眠质量不好和睡眠时间不足有关系。那究竟睡多少时间才够呢？我们真的需要睡足8个小时才是最佳吗？答案是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。书中告诉我们，在1959到1960年间，美国癌症协会预防普查发现，睡不到4小时的人，比睡7到8小时的人，在6年内离开人间的概率是2.8倍。同时，研究还指出，如果睡眠超过10小时，同样在6年内过世的概率是1.8倍。从这个研究结果看，睡眠既不是越多越好，也不是越少越好，是你第2天感觉舒服就好。1965年，伯克利大学的人口研究室对加州旧金山湾、阿拉米达市近7000名居民做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，观察到睡7到8小时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。美国的历史教授埃克奇花了16年的时间，整理超过500笔的各种文献。他归纳出来，以前的人通常会在半夜醒来1-2个小时，前后各睡4小时，而半夜醒来的这1-2个小时，是人最放松、身心最舒服的时候。维尔进一步分析实验参与者的血液样本，发现半夜醒来的这段时间，泌乳素的分泌量暴增。泌乳素是一种荷尔蒙，人们熟悉的功能就是刺激分泌乳汁，如果阻断泌乳素分泌乳汁，可能会导致产后抑郁。刚生完小孩哺乳期的宝妈们，这是一个知识点，记得关注哦。睡眠还是人体内天然的抗氧化剂，深睡时脑部能清除已经产生的自由基，所以好的睡眠对脑部是先天的保护。失眠本身不是病，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。因为没有一句话、一件事、一个观念、一个结论、一个判断有绝对的重要性。失眠要来就让它来吧，再怎么失眠，最多也只是失眠。所以又怎么样呢？只要我们把心态做一个彻底的转变，诚恳的和失眠共生存，把它看淡，
问题淡化了，睡眠自然就改善了。思想观念改变了，也就知道了心理预设的累多数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不把失眠当问题，它就不是问题。如果白天确实很疲劳，那就休息一会儿，给身体做下调整，告诉自己这都不是事儿，我完全接受目前的状况，包括失眠。也可以试一下随息这个方法，首先观察呼吸的每一个动作，只观察到呼吸而不去干涉，只知道吸气、呼气，而你还是选择不去管它。只是通过认知，你就能轻松知道，慢慢变深变长的呼吸，你依然轻松选择不去干涉它，随息。通过随息，自然的放过呼吸，肯定一切都好。你不仅能放过呼吸，还可以放过一切，包括失眠，世间所有，你都可以放过。假如你睡不住，也不要担心，在心里不断的重复随息和一切都好的练习，这个练习带给你的放松将远远的超过睡眠起到的作用。睡眠原本是身体的本能，就现代人而言，想要睡一夜好觉，反而成了一个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。其实，想要把好的睡眠找回来也不难，只要通过一个彻底的心态转变，改变旧的影响睡眠的习惯，重新建立神经回路，就能恢复我们本来就有、本来就是的一切，包括睡眠。我们的身体弹性很大，面对任何问题都有一套整体的解决办法，包括失眠。人体有一个独立的自主神经系统，默默地调控住各种基本的生理功能，例如心跳、呼吸、消化和排泄等。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又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，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一旦失衡，对身体的影响会很大。交感神经系统又被称为压力反应系统，在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能先放开不那么急的生理功能，比如消化，以便全力应付压力。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刺激已成为现代人身心失衡的主因，它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生存功能，也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威胁，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一部分人的失眠。杨博士在书中告诉我们，睡眠或失眠反映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失衡，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正好与之相反，它是我们人类健康生存不可或缺的。就像高度紧张过后的空闲，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，休养生息。由此可见，睡眠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放松起了作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白天尽可能的放松身心，这样在晚上就会有个好的睡眠。我们的身体和大自然有一个最基础的频率，在这频率中，我们能够踏实的休息，让身心自然疗愈。其实，不用科学家研究，我们自己就能体会睡眠对我们的影响。比如，当一夜没睡好，第二天就会烦躁、不舒服、无精打采。如果把觉补足了，很快就会恢复正常。杨博士教的第一个练习是对失眠的观念做个改变。前边说过，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，对失眠来说也一样。失眠本身并不是绝对重要的事，它要来就来吧。道德经里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简单说就是凡事应该顺其自然。失眠和好睡都是自然而然的事，我们顺应就好。如果太在意它，反而会让我们紧张，可能会加重失眠。有很多治疗失眠的书中会提到运动，确实，运动有助睡眠。比如电视剧《神医喜来乐》里，喜来乐让一个失眠的王爷亲自去花园的树上摘果实，然后做成枕头睡觉用，目的就是让王爷运动起来。杨博士在书中也提到运动，但他讲的其他方法却颠覆了我对治疗失眠的认知。他在书中教了26个练习，其中7个是转变心态的秘籍，16个是随时可以做的小练习，只要跟住做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比如练习16是打哈欠，也许你会说，谁困了都会打哈欠呀？但杨博士说的打哈欠是模仿打哈欠的动作，它可以训练我们集中注意力，让脸部的肌肉重新同步，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。练习打哈欠的动作，一次最少要做10个，可以用手配合，就像有些女士打哈欠会用手把嘴捂住，这样嘴能张得更大，还要发出很满足的啊的声音，要认真投入。杨博士说，这个动作做得越多越好，可以试试每天做50个，也不用一次做完，有时间就做几个，它的作用是会累积的。
如果配合上伸懒腰，通过彻底的拉伸，就可以带动自主神经的放松，使全身的气脉通畅。书中的第17个练习就是伸懒腰。伸懒腰的动作最好是双手在头顶勾起来，做个反转的拉伸。这个练习配合住打哈欠，就是最好的全身放松。除了这2个练习，杨博士关于好睡的方法还有很多，虽然简单但很实用，也很科学。比如睡觉应该用什么样的枕头，怎样防止打呼噜，饮食跟睡眠的关系等等。篇幅有限，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找到这本书，好好读一读。读好睡能让我们明白很多关于睡眠的问题。照住书中做各种小练习，通过调整呼吸和观想，我们会一步步的把心收回来，同时还体会到心安了，身体平衡了，好的睡眠也就自然找回来了。体质和睡眠只是果，我们的心才是因，是心带动了整个身体，改善了睡眠，调睡眠，养生命，让身体保持年轻态，真正实现身心合一。我们通过彻底转变心念，调整睡眠，一步一步的把全部的生命找回来，同时会逐渐的领悟生命真正的意义，放过一切，传递爱。胖叔随便讲，大家随便听，喜欢记得点小铃铛订阅哟。